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印度称中方同意加快解决西线边境的对峙问题。印度媒体4月25号报道中印双方第18轮军长级会谈已经结束了，双方没有达成实质性的成果，但是都认为双方同意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对话，尽早就剩余的问题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加快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当然是中国的目标。中印边境在东线和西线都存在着多处争议，双方在雪域高原长期大量的驻扎部队，消耗宝贵的财政资源和军事资源，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负担。另外，高原极度的缺氧和强烈的紫外线严重损害干部战士的身体健康，所以中国也希望尽快的解决边境争端问题。但是印度嘴里的尽快解决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印度的想法是要让解放军退回到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前的实际控制线。在这场冲突之前西线的印军大约设立了60多个巡逻点，实施巡逻，并且不断地向中方一侧蚕食。冲突之后到现在解放军通过坚决斗争把其中20多个巡逻点的印军赶了出去，其中有2个重要的位置是印度军的非常肉疼的，那就是点角村和德普桑平地。印度方面之所以重视这2个位置，是因为点角村控制了咽喉要道，不仅让印度军队无法继续向南深入，并且威胁到了印军向西亚琴冰川增援的道路。德普桑平地是这个地方难得的一块平坦的地形，可以起降 C-130运输机。此处有一个对印军非常重要的野战机场，叫做窦拉伯格育尔地机场，支撑着这一片印军的后勤和人员的输送。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印度是把蚕食中国领土当成常态的。1962年自卫反击战结束以后，因为前线的交通条件很恶劣，难以维持驻军，所以解放军没有在边境长期驻扎。印度竟然不顾刚刚遭受的军事失败，卷土重来，多次向中方推进，导致1967年的乃德拉冲突。所以我们只要后退一步，印军就会进逼一步，就像头虎与狼的故事一样。从印度的立场上说要求尽快解决边境问题并不完全是话术，而是真的负担太重了。根据外电的报道，印度在2023年军费开支达到542亿美元，仅次于中美俄，达到了世界第4。这么多钱当中有 23% 用在了中印边境，包括部署军队、修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采购相应的武器装备等等。印度的军费使用效率要比中国方面低得多，这不但是因为印度有严重的腐败问题，也是因为很多的装备设备需要从国外采购，实际价格要比解放军的同类武器装备贵得多。比如说，印度向美国采购的捕食者无人机，单套系统的价格达到1亿美元左右，比我们的翼龙无人机要贵得多这些采购费用基本上是全部交给外国的军火商的，对印度本国的国防工业以及相关的供应链也没有什么好的作用。印度的对外贸易常年逆差，之所以没有破产，主要是有大量的侨汇在支撑，有大量的印度人在世界各地打工，而前往美国的印度人基本上都从事着软件研发这些高收入的工作。近几年，印度的侨汇收入一直在800亿美元以上。侨汇收入归根到底是依附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有个风吹草动，侨汇就不稳了。所以印度财政对国际经济形势十分敏感。随着美国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带来了世界经济的风险，建立在侨汇基础之上的财政平衡一旦被打破，世界第4的军费开支印度就很难支撑了。所以从财政负担的角度来看印度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边境对峙。这样的局面对中国来说是有利的，虽然我们的军费压力也很大，但远没有印度那么沉重。特别是在边境问题上，我们用少量的兵力和有限的军费拖住了印度将近1/4的军费开支。虽然没有发生热战，但是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中方每时每刻都在赢得胜利。既然如此，虽然中方在战略上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西线边境问题，但是在战术上我们还是要稳扎稳打，准备长期斗争。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